生何不这归战功，尽绝已留名。我笑千人去，谁是负兰亭？素习当街上涌，但此生未入江湖不去，纵马与长风。方寸离愁是重，何来几月月平容？每当我率兵出征，打了胜仗时，就一定会和将士们痛饮几杯，唱着歌，喝着酒，一边哭一边笑，特别痛快。军营里面没有男人与女人，只有将军与士兵。你在金山古剑里看到了什么？你比我幸运，来到这里的时间不长，可我已经在这个世界活了100多年。你知道这100多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一个人从生到死，过完这一生。但对我而言，这是没有归属感的100多年。活在那个现实世界里，我就是一个社畜，每天被上司打压，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，有时就连性别都成了我的原罪。更别提什么实现自我价值。但在这里，魔族虽然慕强，可实力就是王道。我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，更不会被性别所困。所以在镜山古剑里，有那么一刻我犹豫了。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到那个残酷无常又碌碌无为的世界。你呢？你在镜山古剑里看到了什么？我有个弟弟，亲弟弟，他叫小南。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身体一直都不好。我父母工作忙，所以他事事都需要我照顾。他特别黏我，简直就像我的小尾巴。那天出门的时候，他特意叮嘱我，让我早点回来陪他打游戏。只不过有时候尾巴跟得久了，也想喘口气啊，所以我就很晚才回来。可就在那天，他心脏病发作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就那么孤零零的死了。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沉浸在他喜欢的动漫游戏和虚拟偶像的二次元世界，企图用这种方式逃避一切。
或许是神的旨意，让我有了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。我在这个世界，竟然也有个弟弟，只是没想到，这个弟弟是个腹黑病娇大反派，头疼。仔细想想，这个世界比现实世界有意思多了。什么都不用想，难道我们要一直逃避下去吗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别喊了，是我绑的。你绑我干嘛？难不成你有什么特殊癖好？我为什么绑你？你心里没点数？你绑我，我能有什么数啊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我应该记得什么？小可可，你可真好看。趁我喝醉了绑我，禽兽！我是怕你酒后失德，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。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你放眼整个魔界，有几个比我还弱的，比我还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？我才是那个应该害怕的，好吗？好疼！我怎么感觉我被人打了？那什么，你八成是睡落枕了。行了，快起来，灯谜大会的地点定下来了，是凌渊城。关于灯谜大会，那就说来话长。天地之始，神母创世，六界而出。你可以不咬文嚼字说大白话吗？行吧，说白了，灯谜大会就是为了六界中的仙魔妖三界而举办的交流活动，300年一次，为期1个月，举办时间地点皆为神旨，没有固定。这次既然由魔界主办，仙界与妖界的使团便会亲临凌渊城，届时多方交流，三界同欢，共襄太平。哦，仙界和妖界的使团都有谁啊？如何？启禀殿下，此次灯谜大会将在凌渊城举办，仙界与妖界使团不日将启程。使臣是谁？听闻仙界使臣依旧是仙君陆真，
而妖界使臣则是少君迎日。怎么样，来块甜甜的糕点，是不是就不苦了？小七，你的金子攒的怎么样了？偷偷告诉殿下，还算可观，只不过离我预想的还差了点。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。那我再努力，争取早日达成所愿。听说袁姑娘又为殿下寻了几副方子。是啊，袁姑娘为殿下做了这么多，王府上下谁不知道他们感情深厚？可你说，殿下为何还不给袁姑娘一个名分？殿下心渊难测，岂是你我能懂的？这个呢是妖界带队使臣，妖界少君迎日，他是妖君指定的接班人，只不过他一直以来鲜少露面，神秘感十足。这次他是第一次参加登明大会，所以对他也不太了解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仙界带队使臣，仙君陆贞。听说他温雅俊秀，清正磊落，在仙界声誉颇高，被称为仙家典范。说起来，他与妖界也颇有渊源。仙界有本奇书叫《缚妖录》，里面附着各种各样有罪的妖。仙君陆贞便是这本书的管理者，所以妖界对他甚是忌惮。近千年来，都是他代表仙界出席登明大会。那我参加过这个登什么大会吗？听说300年前，魔君素燕还是少君的时候参加过。那这个仙君录什么的，岂不是见过我？到时候往他面前一杵，那准保露馅了呀。以前的魔君可不像你这么怂，他孤僻桀骜，据说上次只露了个面就走了，搞得魔界很没有面子。所以他跟陆贞仙君只有一面之缘，并无深交，你就放心吧。少君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你几经坎坷，几番分分合合，不愿回应那遥遥无期的承诺，更无力承受伟大且落魄的实作，才明白绝望与希望皆是产生。单枪匹马在这俗世中挣扎，来时晴空万里，去路乘风雨强洽，一袭破旧长衫做盔甲。这个世界有多单薄，
背叛错过，碌碌无为的喜怒哀乐，有多少波澜壮阔，在堆积的沙砾中沉没，并用理想如一抹，心儿有你陪我，手捧炙热，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。若此后再无星河，变作萤火，微妙之光照起身之色，借一碗香为宾客，歌声勾出不朽与执着，有生之年疯狂过，别怕重蹈覆辙，颠沛流离，这一路我们有故事可说。